身为一个住在纽约的中国人，我每天都会想念国内的各种小吃，比如热干面啊、酸辣粉啊、臭豆腐啊等等等等。但是最让我怀念的其实是国内的麦当劳、肯德基，因为他们卖的东西在这边完全找不到啊。所以我想从今天起一个个的把它们全部复刻出来，还要做的比原版更好。所以就从我最爱的板烧鸡腿堡开始吧。于是我想到了那个从小就坚持用最难吃的料理喂我长大，生生的把我逼成了美食博主的人。喂，妈。家里附近有麦当劳吧？你帮我买一个那个板烧鸡腿堡吧，我想去做一下。可以啊，那我等一下过去啊。好。好了，买回来了。哎，怎么这么难看啊？哎，我还拍照的呀。那买回来就是这个样子的，我也没办法嘞。根据它的详细介绍，我计算出了它的具体结构：2片长面包，抹上了沙拉酱和胡椒，还有目测是求生菜的叶子和一块完整的鸡肉。至于最关键的鸡肉味道嘛，那个味道啊，就是有点把甜，还有点把寒，蛮好吃的。哎，你详细点吧，就是你能吃出来什么佐料啊一类的。就是甜的噻，就是汉堡的那个味，原来最爱吃的。我去，这说了等于没说啊。算了，反正我的印象中就是铁板烧的味道，那么就开始做吧。你们平时买汉堡的时候，是不是从来只看里面那块肉是什么，完全不管面包是啥？对，我也这样。你们看看这无力的身体，最大的用处可能也就是方便你把肉拿起来了吧。但是对于好的汉堡来说，面包才是它的灵魂。我把面包的配方分成了2种，干货和水货。干货我用的是高筋面粉、盐和糖，还有一台专业的和冷机。水货的部分我用了温热的牛奶，既可以把酵母激活，也能让面团的内部更松软。其实我在上期出了汉堡视频以后，就收了一条私信，说按照这个配方做出来的面团特别干。结果第2天我又收到了一条私信，说这个面团特别湿，这咋整？所以关键还是得看你家面粉的脾气。我决定先放一个全蛋和蛋黄和了和了，再分批加入剩下的水货。如果面团能顺着杆子给你爬了，就是最理想的状态。如果还是很干呢，那就再弄点室温软化的黄油，分批少量的加进去，一直和弄到既不掉粉也不粘手的状态，然后拿出来在面板上揉几下，形成一个光面。我还找了一个大碗，往里面喷了点油，让面团进里面待着去。虽然它胖是胖了，但其实跟你一样都是虚胖，只要稍微锻炼一下就能立马减下来。然后我把它们分成了100克左右的剂子，反复叠几下就能得到一个光滑的球。原版的汉堡是一个长15厘米、宽7厘米的椭圆形，所以我又买了好几个模具，把面团掰直以后放了进去，开始2次发酵。这次差不多要等2个小时，所以我又去了一趟超市，开始了今天的第2步。纽约这边的鸡肉汉堡用的都是鸡胸肉，这个我真的不能忍。鸡肉汉堡那必须得用鸡腿肉，而且不是随便什么鸡腿都行的，比如这个就是不对的，这个也是不对的，只有整块的大腿才是和原版最像的鸡腿。它只有1根骨头，只要学会常见的刮骨疗毒刀法，就能得到一套平整的大腿。我还买了一点日式酱油、味淋和清酒，按照1:1:1的比例混合起来，再加上一点点糖，和了和了，熬到能挂住勺子的时候，就是一份标准的日式照烧酱。鸡腿也不用去腌它，我只给它按了个模，修了个边儿，再撒了个料，就扔进锅了。等等，你连油都不放了吗？对呀，普通超市买的鸡腿比猪还肥，只要熬2分钟就能熬出一大锅油。一旦鸡皮呈现出金黄色，就可以补上2大勺照烧酱，继续煎5分钟。一份标准的板烧鸡腿就做好了。现在面团已经发了2个小时了，好像还不错。那就在烤之前给它们的表面刷个蛋液吧，直接在模具里刷就行了。如果有跟我一样首先把它拿出来刷的，就只能吃到烤油条了。其实在观察原版面包的时候，我还注意到了这些黄色的东西，直觉告诉我这个是烘焙中常用的玉米糠，所以我也准备了一份，用最优雅的姿势撒了上去。还有中间的这条缝，虽然完全不知道有啥用，但只要拿小刀从头划到尾，就能在烤箱中形成同款的裂缝。最后190度烤18分钟，再给它从中间切开，一份新鲜的汉堡面包完成。
看到煎肉的锅底留下的焦化层了吗？先去洗锅，否则给面包烘干的时候，大概率会变成这种不太健康的样子。涂面包的酱料，我用的是沙拉酱、芥末籽，还有大量的现磨胡椒和弄出来的，直接涂在2片面包上，最后撕几片球形生菜，再把所有的东西拼在一起就好了。怎么样？你们觉得这个原版的汉堡做的还行吗？我觉得不行。首先，鸡肉的味道虽然不错，但是外观不够平整，与舌尖碰撞的时候少了一丝嫩滑的感觉。然后是面包，虽然松软，但作为汉堡最重要的部分，一口下去，咀嚼之间还是缺了一点层次感。最后是酱汁，虽然香气浓郁，但是过于强烈的刺激也盖过了原本属于鸡肉和面包的香味儿。所以，就让我们一起来改造它吧。首先是鸡肉，因为复杂的香料反而有减分的效果，所以我决定用西餐中的茶盐法来处理，也就是用盐水渗进鸡肉，再加上一些萃取红茶，利用茶中的单宁酸让鸡肉变得更嫩滑，顺便解除酱汁的细腻。等到冰箱的风干完成以后，就能得到一块比普通鸡腿更嫩滑的高级鸡腿。而面包的部分，我加入了日式生吐司中常用的汤种，也就是含有大量水分的面糊，可以让面包的内心变得更柔软。然后我觉得模具限制了面包的想象力，只有彻底的放弃它，才能让蛋液染遍面团的每个角落，形成漂亮的棕色外壳。最后趁热刷上一层黄油，它就能出现耀眼的光芒。然后还有酱汁，我参考了日本大厨的做法，用普通酱油和口感更加轻盈的溜酱油进行混搭操作。我还把大部分的水都换成了鸡高汤，再搭上姜蒜和洋葱，形成了更有香味和层次感的照烧酱。最重要的是鸡肉煎熟的过程，所以我又花重金买了一台双面煎锅，再把鸡皮煎到酥脆的瞬间涂上酱汁，盖好锅盖，2面一起煎熟，在更快的锁住了汁水的同时，让鸡肉变得平平整整。一份在麦当劳里绝对吃不到的高级板烧鸡腿堡完成。入口即化的松软是面包温润细腻的口感，清爽多汁的嫩滑是鸡肉无与伦比的弹牙，香气扑鼻的浓郁是酱汁深入舌尖的旋律，层层美味，口口经典，绕梁3周，余味不绝，让我整个人都充满了活力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你们真的要去试试哦。谢谢大家，如果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给我来个点赞、投币加关注吧。我是大碗拿铁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